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1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昨天的市场特别精彩，比特币新高，英伟达也在盘中到达了4万亿市值。最近许多同学在蛇口上获利不少，昨天出现了回调，30分钟会给到再次的上车点位，大家可以留意。Coin 又再次的大涨，出现了短线买点，这只股票看起来短期不能够轻易言顶了。纳斯达克仿包阳，美股下一目标是20916。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07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会讲一下有关于纳指目前的市场观察。阿哲会通过纳指的防守阴线、纳指的浪形和今天日内的支撑和压力来讲解本部分的一个内容。在对于纳指的环境有所了解之后，阿哲会对于以下的第2和第3部分所涉及到的标的来做一个解析，分别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皮尔提亚、Coin、半导体指数、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等以上个股的短线和波段解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阿哲有一个温馨的提醒：如果您是一位新朋友、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因为阿哲视频平时所分析的标的会偏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也会较长。如果您不太习惯观看一个长视频，或者说您的时间不太允许，那么阿哲建议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这一个三角，在点开之后，您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所有标的所对应的时间轴，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快速的跳转到您最想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阿哲的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解决您部分的观看烦恼。现在我们来到第一部分，最近呢我们讲的比较多的一个 K 线组合叫做防守阴线。那么何谓防守阴线？当市场出现一根阳线上涨，而第2天立马出现一根阴线，而阴线的高点没有突破昨天阳线的高点，阴线的收盘价却跌破了阳线的最低价，这说明是一天强势的下跌行情。而这种行情在一个上涨途中产生，它是有很大概率是一个砸盘行为，有小概率确实是出货行情。那怎么去判断它会不会成为一个调整的开始呢？我们需要把防守阴线的高点作为一个入场线，在强势上涨当中出现的防守阴线再次高点被阳线突破，则作为短线再次的买点，而买入之后它的一个高点则作为一个支撑。反之，如果不能突破，则成为一个压力。那么你也会发现，在本周周一出现这根阴线，它也是高点未创阳线新高，而收盘价跌破阳线的最低，所以这也是一个防守阴线。防守阴线代表下跌强势，而高点将是一个压力。但是我们在昨天发现有一根强势的上涨阳线，又是一个跳空缺口，突破了左边防守阴线的高点，所以这个地方构成防守阴线的买点。而防守阴线的高点这根阴线的位置，这将成为一个支撑。只要后续股价没有出现阴线把防守阴高点给跌破，那么这个位置的买点就依旧有效，短线呢还是能够看涨。所以昨天的这根仿包阳线则构成防守阴的买点，跟前期的这根阳线是类似的。那么对于这个买点，阿哲的判断依旧是短线的买点，它不能够看得太久，在1到2天之内可能会有上涨，但是整体来看更容易呢出现是一个震荡波折。如果市场的外界环境再有所恶化，那么甚至这一个买点它是一个假突破，在今天或者说明天就有可能重新跌回防守阴的高点之下，那么这一笔防守阴的买点就记得及时的止损，不要再盲目的恋战。而在此之前，我们目前还是可以看1到2天的上涨，这是对于防守阴线我们的一个再次的复习。接下来我们看到纳指的浪形。对于纳指的浪形，我们目前的判定呢，依旧还是处于5浪当中。而前期我们给到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前方1浪上涨当中它的0.382的空间。我们说，当3浪有相对的延长的时候，1浪和5浪它的空间往往有一些的相似性，或者更明确的讲，是大多呢会呈现斐波那契的比例关系。而0.382作为第一个目标位，在到达了20543.3之后，市场在本周的周一、周二出现了略微的回调，而在周三重新站上了20543.3。那么也就是说，这一个点位它当下有所压力，但这个压力反应不是说很强烈，不像是一个5浪高点形成的终点。那么我们在20543.3这个位置还处于它之上的时候，还站得稳的时候，我们往上去看下一个目标，就是1浪的1倍空间。那么换算到4浪的起点这里，它大概是20916.6，那么这是下一个目标。
站稳，而后向上看。如果站不稳，那么0.382就还是有机会成为5浪首次的调整的高点。而现在我们就还是保持在20543.3站上的时候去看涨为主，跌落下来再以防守为主。不管是防守阴线还是纳指的浪形，都是阿哲在最近1-2周的视频当中反复去强调和去跟踪的。希望这些内容对于老同学还是新同学都能够有所帮助。感谢你们的收看。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听到这里，阿哲希望您能够照常为阿哲视频点上一个小红心，点上一个赞。假如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阿哲也希望在观看视频的时候，您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亦或者是一句建议。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而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也同样希望您能够在学有所获的情况下，能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您就会成为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您顺手也可以点开这个铃铛，当全部铃铛打开，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视频的观点都会及时的在发布之后首先通知到您，您就不会错过阿哲每一期的视频和技术分析的知识点。而在订阅之后，你也可以点击首页的这一个链接，这是阿哲全网唯一的助教。你有任何的学习的难题，亦或者想要得到阿哲的盘前解析，都可以跟助教呢去申请获得。感谢各位新同学的订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小节，是日内的撑压。今天呢是周四，那么周四盘中我们怎么去关注日内有哪些重要的支撑和压力位呢？阿哲会给到纳斯达克指数以及后续每一只标的在今天日内所关注的撑压，阿哲都会在后续的解析当中一一给到各位。目前你所看到的图板，在左侧是阿哲每天的盘前解析，您只要是订阅观众就可以跟助教去领取。在昨天是7月9号，阿哲这边呢一般是香港时间会在下午的4点或者说5点，在美股开盘之前所去发布和更新。昨天的市场呢还是处于震荡当中，纳斯达克在神奇9转之后出现了一个晕线，而晕线则说明市场震荡方向还未确认，只有晕线出现明显的突破和跌破才会去确认方向，而目前的方向是先涨定向上看。下方呢我们的多头更多最近是看谷歌这方面，170呢作为止损位，而它是先跌破了一根，而往往跌破170的第2根为关键的变盘 K 线，在这一个位置去寻找无效的破位的买点，昨天呢也是出现了，我们稍后也会去分析。而空头的标的呢目前也还是没有变的。在上期视频我们提醒过，你可以不去做空，但如果你手中持有这个筹码，那你要小心，可能会是一个高位即将回调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痕迹。在近2天出现了神奇9转的 K 线的破位170的阻力有效，那么它是可以去加空的。底下的飘带支撑呢是 74.1， 这个价位大家可以去有所关注，也可以算是空头呢你目前一旦遇到止跌可以做一个止盈的点位。不过这标的不在阿哲日常的分析当中，只是呢阿哲看技术面去认为有做空机会或者说容易下跌的股票，在最近的盘前有去提醒和跟踪。另外昨天盘前也有讲到 Coin 这个股票在上小顶后呢是负线，它不太好，但是我们可以找到负线后的买点。负线后的买点一般呢就是反包阳，亦或者是 XK 线的突破。像 Circle 它目前是处于208突破无效之后的回调，趋势没有问题，日线持股待涨。而止损呢，日线还是可以看175，而日内我们需要等待30分钟的调整结束。下面的其他内容阿哲就不一一的去进行讲解了，因为后续呢我们这些股票都会在今天视频后期的部分当中去讲到。而在每天的盘前解析当中，相对关键的一点就是阿哲也会给到这些个股，分别是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这3只标的，它们的日内支撑和压力位。这个压力点位的使用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看一下收盘价当天对于这个高点的压力和低点支撑的反应如何。比如我们看到右侧的图表，在右侧的图表当中是纳指的日线图，每根 K 线底下有一些红灯和绿灯的显示。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如果市场出现了一根红灯 K 线，它就说明阿哲当天给到的那个预测低点的值是被收盘跌破了，那么它会显示红灯，则说明空方是强势的。而假如在股价出现绿灯时，就说明阿哲当天给到的预测高点压力被收盘突破，那么这一天说明多头强势要看涨。所以盘前所给到的点位，它简单可以绘制为红绿灯指标，而这个红绿灯，它的红灯为短线空，绿灯为短线多。当市场出现红灯时，只要后续的 K 线不出现绿灯，你就还处于空方占优的市场。而假如出现了绿灯，则说明由空转为多。只要后续的走势它不出现红灯，
只要是绿灯或者说无灯，就还是多方的市场。在出现红灯之后，你可以去止盈，可以去减仓，而在转为绿灯之后，可以继续看涨。那么目前的行情走势就是在本周周一出现了一个红灯，那么这一天我们要小心开始减仓，开始获利兑现。但是整体的调整力度我们可以看到是不强的。红灯之后呢，后一天是无灯，而在我们下一个交易日出现了绿灯。那么也就是说，红灯到绿灯就是由空转多。那么这根阳线告诉我们，现在进入多方的市场。而只要后续保持无灯或者说绿灯，只要不是红灯，那么这里就依旧是多方占优的市场，我们就看涨为主。所以今天的预测值阿哲给到各位，今天高点预测是20707.88，而低点的预测值是20548.86。今天的收盘价只要不是跌破预测低点出现红灯，我们其他的情况收在这之中，还是收在高点之上，都属于还在多方的范畴，还是属于短线可以看多为主。这一个使用方法在后续的个股交易当中也是如此的。所以指数呢，相对走势最近还偏弱一点。像昨天，像特斯拉和英伟达是比指数提前一个交易日突破了预测的高点。所以英伟达和特斯拉其实它在红绿灯上是提前于指数看涨一天的。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点位每天都会更新，所以如果您想要用这种方式去有一个新的角度观察市场，那么您可以每天关注阿哲每天的盘前点位的更新。你应该如何去领取到盘前解析？首先，您得是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您点击了订阅。当你成为了订阅粉丝观众之后呢，您就有资格能够领取到阿哲每天盘前的这条信息。那应该怎么领取呢？很简单，您再一次打开评论区，在评论区底下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的，在这条信息里面有一个链接是助教老师阿哲全网唯一助教的 Telegram 的联系方式，点击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而您只要跟助教老师讲一下您是订阅粉丝观众，您是新同学，那么他就会把所属的订阅粉丝观众的礼物会送给您。那么只要您是订阅同学，您将应该获得阿哲的3重福利，不管是老同学还是新同学。那么只要这些福利里面您之前没有领取过的，那么现在找到助教依旧可以领取。第一重福利就是盘前解析点位的预测，每天盘前的观点会随时的更新。而福利2呢是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我们每周都会有专属的频道内的一些内部直播课程，独属于粉丝观众学习的一些视频和直播。有关福利1和福利2的内容，您找到助教之后，他会邀请您进入阿哲所属的 TG 专属订阅粉丝观众的一个内部频道，在频道当中会去发布这2个福利。第3个福利呢是试讲视频，是阿哲呢专门去录制的。只要您是小白同学，或者说您目前对于交易还不是很擅长，您不知道哪个位置可以作为回调的买点，哪些位置应该作为追涨的买点，那么福利3就是专门用尽可能快速的方式告诉您一些买点的一些视频。这试讲视频您也同样可以跟助教老师直接领取。对于这些内容，阿哲接下来简单做一个介绍。就像我们频道当中的内部课程，如果您是订阅粉丝观众，您可以听到什么内容？这是我们在本月从7月8号到7月25号这3周时间所去准备的，每周至少会有4节课程，在香港时间上午10点会进行。在本月我们会专门去教大家如何识别龙头，如何去交易龙头，以及在龙头的派对当中怎么去获取这个龙头的利润。这3周我们3个主题会为大家去一一的讲解。您只要找到助教，加入我们内部粉丝不公开的群组，那么在群组之中就能够去收听到这些内容。而刚才所讲的交易必学入门试讲视频，则是这4讲。这4讲呢，阿哲和 Jacky 老师是一起去录制和教学的。这个视频都不长，大概10到20分钟。您如果对于直播课程目前还没有时间去及时的收听，您也可以等待回放，那么可以先去听一下这4节短视频的内容。收听之后1天之内，您就能够对交易有更新的认识。阿哲所准备的这3重福利只有一个初心，就是您只要订阅了阿哲讲技术频道，说明您真的对技术分析感兴趣，跟阿哲应该属于同道中人，对技术分析都比较信任，而且认为它可靠。而您只要订阅了，那么阿哲就尽之于可能去把更好的知识和技术分析呈现给大家。这里再次感谢大家，不管是老同学还是新同学的订阅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第2部分呢，来到个股解析，阿哲要讲一下特斯拉、英伟达、AMD 这3只标的的专门的讲解。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
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方面。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说过，目前特斯拉呢有点要走这种下行通道的感觉，它的反弹力度呢应该会有所减弱的。所以哪怕碰到了 289.66， 我们曾经去教学过的，怎么去测算出这个支撑位呢？它为什么能够一次两次都撑得住呢？这种有效的支撑点怎么去算出来的？其实不难，你只要掌握这个方法。当市场在170天均线上出现了跌破时，这里的均线最好还是向上走的。好，跌破之后，它往往往下，它所产生的支撑跟上方这一个波段高点会有一定的联系。正常来讲，是一个空间投射的倍数关系。170上的波段高点往170的空间这个距离算出来，而后往下去投射1倍空间以及2倍空间。当然了，它的一半0.5倍和1.5倍也可以去关注。而我们一直所讲的 289.66 的特斯拉的支撑，其实就是这一个1倍的空间。而在这个1倍的空间附近，只要出现止跌，我们都可以认为市场支撑有效，可以产生反弹行情。当时这里盘前是跌到289附近，而产生了一波反弹。而这里呢是日内跌到了289附近，出现了反弹。而在当时的这一个交易日冲高回落的过程当中，阿哲是在香港时间12点09分，已经是凌晨了。在这里有讲到，目前的日线的一个30分钟特斯拉其实有转多的现象，但是如果你是做反弹想要止盈的话，你可以看一下5分钟。5分钟如果跌破301，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去止盈。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5分钟的图表。那么当时的5分钟的301是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5分钟这一波上冲加速当中，它的后面的这2根黄色 K 线。我们说黄色 K 线，它代表了一种多头在上涨时的波段预警的信号，说明在这里呢，技术面上已经有点超买了。所以这一波上涨到了301的位置，如果出现阴线的下破，其实我们就可以去止盈了。你在289附近所低吸的筹码到这里跌破时，可以做一次反弹的了结。而你会发现的是，这一波下跌是不是我们的一个彩虹带一直处于黄色带，也就是说它的5分钟一直走空，而后在尾盘的时候才开始有点走多，只是呢在接近收盘时再次出现跌破。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5分钟的特斯拉它的一个飘带依旧属于多头的趋势，那么这个跌破还不是有效。一旦在这里重新站回到5分钟的飘带之上，其实呢还是可以作为一些日内的看涨点的。当然这些呢就比较小级别了，我们目前不作为重点的讲解。所以当前呢在短线上你可以做一个低吸和高抛，那么在日线上呢其实收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阴线下跌，还甚至呢有点类似于10日星。从日线的交易上，我们怎么去分析目前的特斯拉的走势？为什么在目录的时候阿哲会标记黄色的变盘方块呢？这里有什么变盘信号？我们接下来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当前我们所看到是日线的图表，在特斯拉的运动当中呢，阿哲这里还是保持一个观点，就是它有可能是一个三浪的低点，或者说三浪的启用点，二浪的低点。你会发现的是，在这个地方所出现的蓝 K， 以及这里所出现的蓝 K， 每次出现后，它其实它们的低点是没有被有效跌破的，就是蓝 K 呢被突破之后，它的低点是有支撑，蓝 K 被突破之后，低点是有支撑。好，那么蓝 K 的位置每次出现都能突破，而每次出现突破后的蓝 K 其实都能够撑得住，所以当前阿哲还是更加偏向于特斯拉的多头方向，只是外界的消息面可能不太配合。那么在技术上呢，我们可能去交易，慢慢的偏向于反弹去获利兑现，或者说反弹呢去做短线的多单，或者更加明确一点，什么时候能够更右侧的去做波段的多单呢？就是上方的这个飘带彩虹带由黄转为这个紫色的时候，则说明波段有转多的概率大大增加，这是日线上。当出现这种飘带还是黄色的时候，亦或者是它可能紫色了，但是还在往下走的时候，这种其实趋势就不稳定。而什么时候会走出波段，可能去做多会比较好呢？就是这一个紫色飘带往上运行，它的这个中轴线往上流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波段多头回调买进会更加舒服。而现在是波段的空头，所以当前这里呢，我们更多的波段仓位可以去等待它变为一个紫色飘带，股价站上之后，我们去进行加仓去买进。现在这里呢，仓位投资就不用投太多，以短线反弹为主。而我们的变盘信号其实就是这个红绿灯的连续交错出现。只要您是老同学，应该不陌生。红绿灯呢出现红灯为空方信号，出现绿灯为多方信号，但是它有一些另类的买点，或者说更加特殊，而且更加认为可靠的买点。
比如说，当红灯出现之后，第二天立马绿灯，这作为一种红绿灯的买点。反之，如果是绿灯之后第二天立马转为红灯，则作为卖点。另外一种则是容易价格变盘的，当市场出现了红灯、绿灯、红灯3种颜色交错出现，说明市场它经历了一个多空的博弈，接下来容易选变盘方向。只要今天的特斯拉出现一根收涨的阳线，越明显的收涨越好，那么就说明这个变盘将会往上走。而今天这根 K 线如果是收跌的，那么变盘方向将要往下，289可能撑不住。所以今天的特斯拉最好是收涨而不收跌。如果收跌，那么短线的走势当中我们就小心了，不要轻易再去买多。我们也同时看一下今天的预测价位，今天是红灯还是绿灯呢？今天的高点压力是298.015，预测的低点支撑是291.415，关注这两个价格。简而言之，如果特斯拉今天收出一根上涨阳线，那么在后续我们主要去找多单，去认为它会往上去测试这个飘带的压力。以上是特斯拉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你所看到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英伟达呢，我们上次给到一个压力是160.65，而后在这里震荡了一下，在我们昨天出现了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呢还是比较强势的，是一个跳空的突破160.65，跟指数呢是同一天去突破了一个压力位。那么我们的观点也是一样的，在压力位出现突破时呢，好，空间打开，我们继续目标放到下一个171.09，而后股价不能够重新跌回，特别是不要快速短期又跌回160.65之下。如果这里又短期快速跌回，则说明这是一个假突破，这是一个诱多行为。在此之前，那么目前的英伟达依旧看涨，而空间打开。所以只要160.65这里不要被快速的再跌回，我们的目标往上看到171.09。而从资金和动能上，我们来去分析一下。目前你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谱，你会看到这一个趋势飘带，它一直是保持紫色的。紫色飘带，它就说明波段上、中短期上它是一个多头，而多头走势下回调则作为交易机会。所以飘带加红绿灯有一个用法，就是只要它是一个紫色飘带，往下回调时，一旦出现红灯转绿灯，则可以作为一种买点。当然，它越靠近飘带可能会越好一些，因为这样说明它的一个调整越充分。而最近的这一波调整呢，其实还是没有碰到飘带，说明调整呢是比较强势的，它的一个空方不是很强。这里出现了一个红绿灯的红灯转绿灯的买点，而我们会看到现在依旧是一个绿灯，所以连续的绿灯，只要它不出现红灯，那么这里英伟达就风险不大，我们依旧看涨，但只是你要考虑是否做多英伟达，还是只是作为观察的标的。目前对于左侧的黄 K 也肯定的是一个有效的突破，那么黄 K 被突破，则说明空间打开，跟空间的一个含义是一样的。这个黄 K 的高点作为一个支撑，后续在这里走势可以直接上涨，也可以回落之后再看涨，但不能够跌破这个黄 K。黄 K 高点应该和我们刚才所说的160作为一个共振的支撑带。我们再看到今天会不会出现红灯呢？今天英伟达的低点支撑是165.28。高点的压力是162.02，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是英伟达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AMD。有关 AMD 的撑压点位，在回调当中，我们看这几个，第一个属于强势的支撑是133.059，这个价位只要回调时不要去被收盘跌破，那么这个位置附近所产生的任何的一个启动信号，你都可以去试错买进，或者说去博弈它的强势再次的上涨。而最近这一波反弹，它受到前方这一个向下跳空缺口的压力，目前没有完全回补出现上影线，所以这里呢容易再次盘整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的。而假如这里能够再次出现一根阳线强势的收复这个缺口，可以作为再次的上涨右侧的买点。反之，如果它的回落力度较强，去跌破133.059，那么大家注意了。AMD 的趋势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上涨趋势当中，你的交易方式有两种。一种呢，可能我们更希望精准一点，这个位置埋伏的一个试错单，如果被跌破止损，那么打掉止损，你就离场，等下一个支撑去买进。你也可以这么去看，在这个地方所放置的筹码比较低，比如说我就放个1成仓位去试错，而后续跌破支撑，它往下去运行到另外的一个支撑的时候呢，我们再找止跌，再买更多仓位，只要趋势没有问题，这种逐步往下走去加仓的方式是 OK 的，这也是波段交易的一种惯用的手法。
不过阿哲一般是不太建议，因为它比较考验你的交易水平和承受的心理。这种方式是有计划的去下移你的买入价格，它不是一种我被套了之后我就不动，我就等到下方去随便加仓，不一样的思路。那么这里阿哲要明确的说 133.059 只要不被收盘跌破，它这种调整在这里都是强势的，那么未来创新高之后还能够有很大空间。而反之，假如它这一波下跌没能够在 133.059 撑住，而是往下探到 125.77 的时候，它这个点位只要碰到了，说明这波调整它不算强势了，它是一个相对整长，甚至有点偏弱了。那么到了这个点位的调整结束，再往上走，它去新高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所以阿哲更加希望它到这里就止住，而在这里就能够启动，这是最好的 AMD 强势趋势的一个延续。接下来我们再讲到交易短线上，看一下资金和动能。当前我们看到 AMD 呢，其实出现了一个买点，这个买入点呢，我们在盘前的信息当中以及财神的频道当中都有去讲到，它是不是一个紫色飘带，上方是一个黄 K， 而跌破产生了本次的回调。这一波回调当中，它打到了这个飘带附近，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这里呢也是一个红灯转绿灯。我们说只要打到飘带出现绿灯，或者说红转绿，是不是作为买点？那么当前这里你可以认为它有2个买点。当然，这里的绿灯呢，在转为红灯之后，你可以去减仓或者说离场，再出现绿灯再买进。我们以波段看涨的方式在这里寻找机会。那么当下为绿灯的延续，它无灯，那么后续只要是绿灯和无灯，我们就依旧看涨。红灯呢，只要小心。所以当下这里关注波段趋势下它的一个变化。今天是一个红灯还是绿灯？我们看到预测的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138。高点的压力是 141.06， 关注这2个价格。而从 BBD 的资金上，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个 K 线，这根阳线呢，前期是一个下穿 K 线，下穿 K 线之后，它的低点是没有被有效跌破，所以这个低点变盘它是有效的支撑，而高点呢要被突破才能确定这个区域它真正有效的止跌了。所以我们的下一个加仓点是哪里？当有一根阳线收盘把这一边左边的阳线给突破时，作为加仓点。因为当天这里它是一个下穿 K 线，跟前期这里也是一样的，这一天则为下穿 K 线，下穿 K 线有可能是低点变盘，突破之后看涨，确认低点有效。目前这里低点是有支撑，但高点还没破，所以这里呢还不是完全的确认它的低点形成，一旦突破就确认，就作为右侧加仓点。而我们在这里买入的筹码，如果出现收盘跌破这根阳线的低点，那么只要作为一个止损了，要看到底下我们刚才所说120附近的支撑了。以上就是对于特斯拉、英伟达、AMD 三者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的个股偏多，所以阿哲基本呢会有大部分股票我们简单讲一讲，给一下今天的关键点位和趋势的分析。阿哲不会讲的特别详细，可能相对详细的我们会讲一下第一只标的 Circle。现在我们所看到是 Circle 的30分钟图表，因为 Circle 的日线呢还没有几根 K 线，所以我们最近一直讲 Circle 呢是讲30分钟去看方向，而在5分钟呢去做交易的买卖点。从前期的这一波下跌以来，我们一直讲到175附近具体呢是176.401附近，它是一个支撑。那么因为这个支撑，我们多次在这种回打的时候去做了一下多单。那么最近在Circle上呢也算是有不少的一个收益，特别有些同学更加夸张。那么为什么在这2天开始有所滞涨呢？其实阿哲呢在方向上，在财神频道当中是有讲到的，208.22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30分钟的一个目标位。这一波低点踩到176.401，去反弹到208.22，它其实已经算是完成了一个不错的目标。一个目标的完成，往往就会代表有一个回撤的产生，除非它的目标根本不是目标。但你会发现，遇到208.22之后，确实有滞涨。确实呢有冲高回落，所以这个208.22它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一般来讲，完成一个阶段性目标之后有所回调是很正常的，我们关注的是它回调时候所产生的空间，它的回撤的力度是如何。像昨天开盘直接非常强势突破208.22，这个呢把阿哲也给骗了。这个阿哲特别承认，昨天开盘这个动作直接把阿哲给骗了，所以昨天的交易呢不如之前那么顺滑。现在一切的日内交易，阿哲建议尽可能不要随便做多，我们更多的等待一个30分钟明确止跌的信号。这里阿哲给到3个支撑点，有关30分钟看到198.75是昨天是打到并且止跌了，
而如果这里不能支撑往下去打，我们下一个目标将要看到 188.364， 以及这个价位呢写错了没有改，这个价位是 181.903， 关注这个区间。当然它最好不要打到这里，因为打到这里呢相对就比较深。我们为什么会看它这个回调可能会走到这呢？因为阿哲认为30分钟打到 208.22 之后呢，它应该出现一个调整，这种调整呢是类似于二浪的调整。大家都知道一浪的上涨后，它的二浪调整一般是相对比较深的，有些时候二浪可能还会去创一下前面的低点，去做一个假跌破，做一个破底翻，但这种可能性比较低啊。所以对于这个二浪的调整幅度，它调的比较浅的话呢，应该在 198.754 这里止跌，而一旦只是调这种深度就结束的话，这后面它将会是一个更加强势的上涨。所以Circle呢，要么就完成一个目标，好，这个行情结束后面可能就是下跌破低点了，但这个可能性阿哲觉得目前还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在 198.754 这里就完成了我们所认为二浪的调整，就止跌就启动，那么这一波后续再往上看，那么它的目标将看到左边的这个高点，也就是说还是有利可图的。那如果更深一点呢，它可能会往下继续走，打到 188.364 和 181.903， 而这个呢也能够去接受，它属于二浪正常区间，只是如果调到这两个区间之内，它就不如 198.754 这里止跌启动要强势，所以这一点位大家可以去关注好。那么30分钟怎么样算一个强势的启动有效呢？目前只能算止跌，但还没有构成启动买点。这个买点怎么看？我们通过一些指标来去辅助一下。当前你所看到是 Circle 的日线图，在日线图上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它相对大周期的一个走势。目前是出现了前期的一个蓝色 K 线，属于阶段的一个低吸点的一个信号，或者说属于趋势向好时它的一个短线的超跌点，而后出现了一个红灯和绿灯，它是红绿灯的买点。目前处于绿灯的持续过程当中，没有红灯产生，依旧是无灯，说明当前虽然走弱，但并不影响到走势。这一天虽然是一个负线，但阿哲呢依旧认为它整体的风险应该是不大的。所以在日线上关注它的红绿灯不要转为红灯，这是我们的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底线。那么红绿灯的判定，今天看到预测的低点是 189.79， 高点的压力是 208.14， 这是日线上我们简单做一个分析。如果日线上出现负线的加仓点、买入点，也可以作为一种再次的进场信号。不过这是日线，我们波段上的。当前我们所看到是30分钟的一个股价的运作，在前面这一波上涨之后呢，它的一个飘带由紫色变成了黄色，说明30分钟目前是一个右侧上，它属于偏空的。昨天这一波下跌，从高位出现红灯之后一路的红灯，而30分钟的绿灯呢是昨天这根 K 线产生，所以30分钟目前在走一个波段的空，而短线在走多，反弹到黄色带，说明遇到波段的压力，所以你要看一下这一个位置会受压回落，还是能够去突破。我们关注这一个蓝色的 K 线，蓝色 K 线属于一个短线的超跌，那么短线超跌怎么去判定呢？它得要突破蓝色 K 线的高点，所以当前这里红绿灯呢是产生了买点，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确定一下蓝 K 的高点突破，这根 K 线突破今天的30分钟第一根 K 线，只要突破它，我们作为再次的30分钟买入点，去看一下198这里止跌的强势启动，去博弈一波强势的启动。我们也同样把蓝 K 的低点，或者说把198附近作为一个止损价位，以此去博弈这一笔交易，盈亏比阿哲觉得是合理的。以上就是对于 Circle 的一个解析。那么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PLTR。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说过 PLTR 是能够短线看涨的，因为它也出现了一个蓝 K， 而后被阳线突破，并且阳线呢还是一个绿灯 K 线。目前呢是保持一个绿灯，没有红灯，所以短线依旧看涨。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它还是处于一个震荡行情，因为左边呢有一个大阴线，它的大阴线低点有支撑，而后高点则会有压力。那么越靠近高点的压力，则越说明上涨空间是在减少的，它得要去强势突破左边阴线的高点，才能够再次打开上涨空间。不然的话呢，这里越靠近，空间越稀少。如果您是做短线交易，那么走到阴线高点附近时，你可以先去获利兑现，相对减仓，等待突破再去加仓，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我们要小心在这里出现的获利回吐的现象，因为底下的这个资金 BBD 它也即将出现上穿，
今天略微震荡波动，它就可能会上穿，一旦上穿就容易是高点变盘，结合左边的压力，这里就相对小心。虽然目前的波段的飘带依旧是紫色的，但你不要忘记，这个飘带已经开始有所跌破，而后已经由发上走为收敛，它是很容易出现由紫色带变成黄色带，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再次的去突破阴线的高点，把飘带再次的发上，才能够说明波段的趋势在延续。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140.26， 高点的压力是 146.04，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继续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 呢，在飘带上它是属于波段的看涨，但它没有回踩到飘带，所以整体的调整呢，它还是有一定乖离。那么前面这里出现了一个红灯转为绿灯，而后绿灯保持，绿灯呢依旧还在维持。昨天这一根阳线，它是一个仿包阳，仿包阳本身就作为一种调整结束的一个信号，特别昨天还是一个负线，负线后是仿包以及 X 的突破都可以作为买点，只是仿包买点比较强势，那么这种过于强势容易后续透支了一下短线的上涨，所以这里的买点呢可以相对买少一点。今天如果能够突破左边的这个黄 K， 也就是目前最左边这个高点的 K 线，它是一根黄 K， 高点为压力，它如果能够强势把它突破，那可以作为再次加仓的条件，否则小心这里一出现上涨就滞涨，那样的话呢，短线反而要小心有一个获利兑现的情况。虽然 Coin 不轻易去延顶，但是在这个地方它也不排除会在黄 K 区间内震荡，所以以短线看涨为主。我们再看一下底下的一个 K 线，它的 BBD 哪一天是下穿啊？这一天是下穿，这一天呢本来可能是高点变盘，但反包之后呢就非高点变盘，所以当前这里还是以看涨为主，只是小心左边黄 K 的压力。我们关注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363.57， 高点的压力是 384.28， 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出现后续的红灯，那么也要相对小心，它容易对于飘带继续的修复它的一个乖离，而后再寻找买点。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半导体指数，半导体指数呢，它也还是出现了一个飘带上的红灯转绿灯。那么红灯转绿灯作为红绿灯当中的一个买点，而下方 BBD 呢这一天是下穿，下穿之后低点没破，高点突破，所以当前的半导体指数我们依旧能够看涨。在波段的一个飘带当中，每次的回调我们找买入的机会，当下也可以算是新的一次买入的机会。在昨天出现了一个10日新 K 线，在左边的高点其实目前还不是说很有效的突破左边这个高点，左边这个形态是有点类似于黄昏之星的，黄昏之星的产生说明高点这里是有压力的。那么当前这个压力呢，如果能够顺势今天给它过去，我们更加确定这个买点能够继续的去看涨，以及再次买入筹码。关注一下红绿灯的出现，不要产生红灯。这里如果10日星又来一根阴线下跌，那么这里将会出现2个黄昏星，那么要小心它的威力。我们关注今天的预测低点是243，高点的值是247.6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AVGO 博通。博通呢是在前期这波回调当中出现了飘带上的红灯转绿灯的买入信号，而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过另外的一个红灯，还是保持一个绿灯。当前呢，对于左边的这个黄 K 是略微突破，那今天我们看一下会不会跌落。如果今天跌落，那么说明这个黄 K 压力还是有效的。但从简单的 K 线的买卖来讲，目前的博通还是看涨的，因为这一根呢是一个关头阴线，同样也是下穿 K 线，昨天直接就反包了。说明这个地方的多头还是很强的，空方的力量并没有足以去挡住多头的一个行进的脚步，所以博通当前呢还是继续从 K 线的角度去看涨，我们依旧用红绿灯来跟踪一下。它的预测低点是275.31，预测的高点是282.04，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阿斯麦。阿斯麦整体的运动在最近虽然是震荡，但它都是阳线啊，感觉还是有点特殊的。连续的流出之后呢，它有一个关键的 K 线是这一天的下穿，下穿之后这根 K 线的低点是一直没有被跌破的，所以低点变盘呢还算有效，高点呢也没有被有效的突破，突破一天就跌回来了，而现在呢又再次突破。在之前的连续3灯的转换之中呢是变盘，而后下跌，所以走了一波短线的调整。在出现再次的绿灯之后呢，出现了再次的向上的动能，而目前是绿灯的状态，所以就还属于短线的多头方向。
它也是一个波段的看涨，因为它的飘带是一个紫色的。它前面的这波下跌相对来讲是修复了一下乖离，比其他个股呢修复的更多一点。那么这一个位置的再次上涨，也可以作为波段的再次的启动。我们看一下红绿灯的值，低点支撑是796.15，高点的压力是804.575，关注这两个数字。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苹果。苹果在前期出现了一个红灯之后，目前没有绿灯，也就是说它还处于一个调整的周期。下方的一个波段的一个飘带呢，是一个多头飘带，前期是一个黄色，现在呢转为了一个紫色，那么由空转波段的多，而这波调整就认为它是一个多方趋势下的一个回调。前面它这一天是负线，负线后10日线为 X 的高点要突破才会构成买点，所以这波回调的买点，要么呢是转为绿灯，要么就是把这一个10日线的高点给突破，才作为苹果再次的看涨点。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就看它对于飘带的回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苹果是209.18，高点的压力是213.29，关注这两个数字。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eta 也同样如此，它也是处于波段的一个向上的运行。前期这里是不是回踩出现了红灯转绿灯？现在这里呢又再次有回踩，也出现了红灯转绿灯，只是阴线的绿灯一般不作为买点，好，阳线的绿灯可以认为是一个看涨的信号。前2天走了10日星，这一天走了一个相对的反包，所以这一天呢作为波段回调之后飘带附近的启动点，是可以作为一个买点的。当前呢也属于绿灯，那么绿灯保持或者说无灯都可以看涨，除非是红灯出现，否则现在这里可以作为波段启动。底下的资金连续流出时下穿的 K 线是这一天，那这一天的高点现在也被突破了，所以这个低点呢就确认了它这里是一个启动现象。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727.748，高点的压力是742.563，关注它们俩。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STR 走了一个上涨回调，再次新高，再次突破的一个动作，有点像是上升商法。前面在这个紫色的飘带上出现了绿灯转红灯，也同样的是一个3灯的转换，变盘信号是下一根 K 线，变盘看涨，所以呢向上看，但可惜它后面是没有买点。那么它的买点在这一天用反包来去形成，只是这一天的上涨幅度有点大，构成这种上升的商法，整体呢来到了左边这种筹码密集区附近，所以这里是否能够去买，不作为一个最优显的做多标的。强势归强势，但是它的买点在日线上不太好找，只能够在盘中你盯盘的时候，你去提前发现它的一些日内的30分钟或者说1小时的买点。日线走到这里，你再用日线去买，阿哲认为对于 MSTR 来讲可能不太合适。而现在我们看到它的30分钟，在昨天30分钟出现了一个黄色带，由波段空转为波段多，而后震荡上行。目前在30分钟最后的2根 K 线，它是一个黄 K， 黄 K 说明在这一波上涨时，它已经有了一些滞涨的信号。当出现黄 K 的低点被破位时，将会产生调整，调整的目标位首先就看到这个飘带，也就是说目前它已经有所乖离，这个地方你再去追涨 MSTR 这里呢是容易有调整需求的，在30分钟。我们只要知道它的调整会不会影响日线的一个走势，就是不要出现红灯。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405.68，高点的压力是426.07，关注这两个数字。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谷歌，谷歌当前呢还是处于一个波段的多头，只是它的这个飘带呢相对之前缩短了很窄，但是也没有转色，没有转变它的多空。每次遇到这一个飘带上出现了红灯转绿灯时，都可以作为一种买点。越靠近飘带，这种买点呢就越属于低位的买入信号。如果是远离飘带，这种红灯转绿灯呢就相对风险就大一点点。而如果是跌穿了飘带，就容易转势。而它这一个位置跌破之后立马急救，所以飘带呢还是维持在一个多头。目前属于飘带当中出现了下穿又上穿，所以这里属于临近飘带的红灯转绿灯的买点。而刚好谷歌的这一天它是一个 BVD 的下穿，也就是说它这一天不只是飘带买点红绿灯买点，它也是一个下穿 K 线低点变盘的可能。我们可以在这里呢以这根阳线的低点作为支撑，作为防守，你的买入可以以此作为止损，而后
下一个位置如果能收一根阳线，把它的高点给吃掉，最好把左边的黄 K 也给突破，那么可以作为2次的强势的加仓买点。在此之前，这里呢最多就简单买一笔作为一个埋伏。我们还是波段看涨，而且如果是波段看涨，这里的空间它应该还是属于比较低的位置。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红绿灯今天的低点支撑，它是175.77，高点的压力是182.17，关注这2个数字。看到下一只标的是亚马逊，亚马逊呢没有踩到这一个飘带，而后也出现了红灯转绿灯，它的一个买点。像前期的这个绿灯其实持续了蛮久的，在转为红灯之后呢，开始走弱。这个位置有2根黄 K， 黄 K 则属于压力，同个价位2个黄 K， 那么这个压力是比较强的。所以这里的亚马逊哪怕出现了红灯转绿灯，但因为它调得不深，那么这里再往上涨，到了黄 K 附近，这个压力哪怕你买，你也别买多，这个地方是容易遇阻的。它昨天这个上涨也不强势，这种绿灯的买入信号就不是很标准，不算很好。我们关注它会不会转红灯呢？它的低点支撑是221.505，高点的压力是225.325，关注这2个值。它的买点现在还不是很明确，不算很明显的方向买点。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SMCI 这种呢就比较强势一点，它对于前方这根大阳线啊，它的一个高点呢一直有支撑，所以在这一天出现了由红灯转为绿灯，也是仿包。我们在昨天盘前有讲过，这可以作为一个波段的一个买点或再次的一个加仓点。那么昨天的这根阳线是不是把左边的实体基本上给吃掉了？只是对于这个长上影线呢还没有去比较有效的去突破。那么对于影线如果再次能够突破，那也可以作为再次的走强的一个信号。当前呢，我们看一下这里最好不要走弱。目前的波段飘带还是紫色，所以波段呢看涨。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49.195，高点的压力是51.025，关注这2个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台积电，台积电的走势有一点不太好，底下的一个上台童子之后呢，出现了一个龙头引力上的流出信号。目前虽然波段上还是一个看多的，但是从龙头引力上来讲，资金上呢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流出。但短线有一些反弹的迹象。目前从波段上来讲，这里呢容易是一个高位区域、风险区域，而短线上来讲，目前有一个反弹的情况。因为前面这里是一个下穿，下穿之后第2天反包，所以这里又是绿灯，所以短线是能够看涨的。但是对于中长线来讲，它的一个下方的龙头引力这个位置的资金流出要有所小心。所以作为做多标的，那么也不能作为首选了。我们短线能够去买涨的个股有很多不一定非得要买台积电，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31.04，高点的压力是234.07，关注这2个价格。以上是7月1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Coin 出现短线买入信号，而 Circle 在回调，但是这种回调可能会给到更好的30分钟上车点。那么以上内容就是今天的所有盘前的观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